家人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蛙哥。就在刚刚前不久，我们更新了第76集第一部分的剧集，这无疑是非常疯狂的。这一集虽然没有泰坦级别的史诗级战斗，但却是非常精彩绝伦的一集。很多小伙伴表示动作戏非常多，刺激十足。更有小伙伴说道，这是史上最佳系列。这一集实在太疯狂了，从 Astro 和 Skibidi 的毁灭到升级版 Strider 的拯救，这一集太棒，继续努力。更有观众表示，这是史上最酷的一集。地球马桶目前仍然不是太空舰队的对手，和上一集大家一起对付小主宰者一样，这次也是多打1的局面。目前看来，太空舰队大型单位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一旦来了更加强大的单位，联盟和马桶阵营将毫无办法。这次还将看到太空舰队的小型量产单位登场，他们比上一集的小主宰者要弱很多，但是速度很快，攻击和防御也不弱，同样极其难以对付。联盟和马桶阵营的合作还没有涉及到全局，所以有一部分马桶和联盟成员感到非常困惑。但目前来看，全局走向合作是大势所趋，迟早的事情。在这一集中，随着面对的敌人越来越强大，我们也看到了联盟中的小型作战单位也在不断的升级中，他们的武器也越加强大。蜘蛛监控重新升级后再次登场，和我们之前剧情分析一样，它和监控人科学家驾驶着机甲一样，蜘蛛监控也是需要驾驶员操作的机器，所以蛙哥的分析有时候还是挺靠谱。接下来我将分析这一集的隐藏剧情和所有彩蛋，如果不想错过任何精彩部分，请务必观看到视频最后。现在就让我们对这一集进行逐帧解析吧。视频开头，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战场中，大量的大型马桶作战单位集结在一起，和太空阵营的一个大型单位在战斗。数量众多的大型马桶作战单位才能够和一个太空阵营的大型单位对抗。由此可见，太空阵营的大型单位作战能力非常强大。这次参加的马桶阵营非常强大，有火箭筒马桶和激光炮马桶，大量的激光炮和火箭筒都轰击在了太空马桶的身上。肉眼可见有零件掉落，说明攻击有效果。敌人也发起了反击，攻击方式和马桶阵营有很大区别。我们注意看，马桶阵营的攻击方式是射击大量的激光束，而这个太空敌人的攻击方式是射击激光球，威力更加强大。紧接着在其身后飞来了一个全新形态的马桶敢死队成员，竟然是紫色的身体，携带了4个熔酸自爆筒，并且他的样子非常像超人，毫不犹豫撞向了太空敌人。他的行为非常英勇，他是为了保卫地球，抵抗来自外太空的敌人做出的牺牲，让我们对他送上最崇高的敬意。英雄一路走好，熔酸自爆筒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直接丧失了飞行能力，坠落地面。不过我们注意到他依旧还活着，很快遭到了激光炮的攻击，这下应该被彻底的摧毁掉了。接着又有一个太空敌人赶过来，我们注意到他拥有红色的眼睛，拥有核心反应堆，4个普通的激光炮，2个加强版激光炮，并且头盔中间还有一道杠，这是否代表他在太空阵营的等级？这个级别的太空马桶虽然没有太空主宰者强大，也算是一个精英干部。他一登场就发射了2发加强版激光炮，直接把马桶阵营的大型单位都摧毁，引发了剧烈爆炸，碎片都掉落在地上。接着看到2个监控人在向前奔跑，身上还冒着电流，周围一片火海，断壁残垣，街道上还有马桶残骸，空中也有战斗机飞过。我们看到这个马桶战斗机携带了大量的熔酸爆炸筒，不知道要飞行何方。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是一个勇敢的英雄。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马桶单位，配备了4个炮筒，嘴里含着一个炮筒。如果光看它的外形，感觉像是第66集这个马桶单位的升级版，但此时他嘴里含着一个炮筒，应该是参考了作者早期的这个马桶样子。接着主视角继续朝前跑去，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一集的主视角会是谁，等下就知道答案了。接着突然有一个马桶单位从侧面跑了过来，和主视角正好遇到。我们注意看他的样子，这个太空马桶的样子应该参考了这个图片的人物形象，无论是人物样子、表情，还是戴帽子的角度，都非常相似，细节刻画太棒了。受伤也很严重，并且看到主视角没有马上攻击，正当主视角抬起火箭筒准备攻击的时候，也犹豫了一下。从主视角的武器和身高来看，这一集的主视角100%就是大监控人了。但从他们各自的反应来推测，目前马桶阵营和联盟一起联手，很可能只是一股势力走向了合作。这个马桶单位和主视角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开始合作了。不过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正式走向合作也是迟早的事。接着可怜的马桶就被摧毁，摧毁它的并不是火箭，也不是激光炮，而是一个故障马桶。由于它的移动速度非常快，很多人也称它为闪电马桶。很明显，这个故障马桶是太空阵营的成员，和第54集的故障马桶相对比有很大的区别。当时故障马桶被女电视人催眠后带回基地进行研究，最后成为了无双战神的座驾。无双战神有了这个座驾以后，移动速度非常快，战斗方式也非常的拉风。但在和马桶科学家的战斗中，座驾被摧毁。这次升级后的故障马桶再次出现，并且配备了头盔。这些小型天文马桶装备的头盔来源应该是光环2周年版里陆战队使用的头盔。
主视角大监控人用火箭筒攻击，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正当他的激光炮开始蓄力，并且对准主视角进行发射时，直接被激光炮命中头部，打断了他的攻击，接着被一辆装甲车给碾碎了。这竟然是一辆全新的马桶装甲车，车前配备了电钻一样的东西，有锋利的齿轮可以滚动，车身两侧也配备了武器。他为什么要攻击故障马桶呢？原因很简单，故障马桶属于太空阵营，是敌对关系。由于主视角大监控人还不知道联盟和马桶阵营已经开始合作，举起火箭筒要攻击马桶装甲车。上一秒这个马桶装甲车还在对着主视角开心的笑，可下一秒被攻击后，样子看起来非常的委屈。紧接着一个监控人冒了出来，他赶快和主视角进行解释，都是自己人，不要再打了。并且对主视角竖起大拇指。注意看这个监控人的衬衫颜色，很多人说他是黄袖哥，其实并不是的，他们的衬衫颜色根本就不一样。这个监控人也很特别，他并不是马桶装甲车的驾驶员，他负责控制这个武器进行战斗，和马桶装甲车是互相合作的关系，并且在这个马桶装甲车上不只有一个监控人，有好几个呢，他们都负责控制武器对敌人进行射击。马桶装甲车继续向前驶去，加入到前方的战场继续战斗。接着主视角和监控人特工互相看向对方，他们在一支队伍，还没有得到联盟和马桶阵营合作的消息，所以看到刚才的一幕，表情也非常的诧异。而且从主视角看监控人的高度来判断，再结合他的武器，这一集的主视角就是大监控人。主视角扭头看向身后，又有情况发生了，大量的监控人和小型马桶单位都在向前逃跑。我们看到有坐着轮椅的监控人，还有一个监控人的跑路姿势非常搞笑，两条胳膊抬起来就好像翅膀一样，还有一个监控人抓着马桶，并且他们是兵分两路进行逃跑，左右两条路都有逃跑的人员，还有一个可怜的监控人从天空中掉了下来，后面有一个故障马桶正在进行追赶，接着就对左边这条路的逃往人员进行了连续轰击，这些成员全部都被摧毁。主视角用火箭筒进行反击，之前已经有一个故障马桶被摧毁了，这次又看到一个，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故障马桶对于太空阵营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作战单位，是可以进行量产的，但是联盟和马桶阵营的这些普通的作战单位完全就不是对手，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被一边倒完虐。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我们注意看这把椅子竟然动了一下，难道是什么灵异事件吗？这里我有两种猜测，第一种是因为战斗非常激烈，地面的震动导致这把椅子动了一下，但是我们观察这把椅子转动的非常有规律，感觉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那就剩下另外一种可能了，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只不过是隐身状态，我们看不到。在之前的剧情中，我们得知了一个真相，无论是神秘特工本人还是他手下的成员，都是可以隐身的，椅子上坐着一个隐身人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当然很多人提到了椅子人这种猜测，难道在未来的剧情中会加入椅子人种族吗？或者是电脑人种族？我感觉可能性有，但是不大。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猜测，也欢迎一起在评论区讨论。我们注意看着故障马桶被连续攻击，其中被蓝色激光命中后身体不能够动弹，大监控人靠近后，我们注意到他身体有蓝光闪烁，并且冒着火焰，他的头盔材质也很高级，先是给了他一拳，然后拿掉头盔后，我们注意到他的额头竟然有一个倒三角的神秘符号，眼睛有红光，这个神秘符号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可能这些故障马桶从前属于马桶阵营，但是被太空阵营给进行改造后，就变成了太空阵营的成员。这个神秘符号就是用来控制他们的手段。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也有可能他们本来就是来自外太空的敌人。这些外太空的敌人都有这种符号，红色眼睛和神秘符号就是他们的标志。当大监控人把他按倒以后，用刀刺了进去，我们又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符号，就好像给犯人打的烙印一样。一个圆圈，中间是一个十字，具体代表的含义我们依旧无从得知。接着大监控人把故障马桶的一个武器拆掉后拿在了自己手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把武器的外观非常的独特，具有科技感，是一把来自外太空的武器，不属于地球。接下来发生了非常震惊的一幕，没想到这个故障马桶还活着，他往后退去，和大监控拉开距离，接着加足马力冲击向大监控人，直接就把大监控人给冲倒在地，并且用激光炮对准了他。当刀插入他的脑袋后，还特意转动了几下，依旧没有把他干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故障马桶虽然是太空阵营中的小型作战单位，但是生命力非常顽强，攻击力也很强大，移动速度更快。大监控人这种级别的联盟成员依旧不是他的对手，不过很快一束强大的红色激光就命中了故障马桶的脸部，彻底把他给摧毁了。来者是何人呢？是一位升级版的大监控人，他的武器是激光巨炮。在之前的剧情中，这个武器出现过好几次，它的威力我们已经见识过，非常的强大。这个大监控人的衣服材质和之前的旧版有很大不同，并且在手臂上安装了一个神秘装备，具体作用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感觉像是一个防御性的装备。因为在之前的预告图中，我们就看到过这个大监控人，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当时我们猜测这个手臂的装置应该是一个能量盾。接着他伸出手来，把倒在地上的大监控人从地上拽了起来，紧接着他转身又开始了战斗。我们注意到他的头部材质也发生了
变化，看起来更加的高科技。故障马桶被激光巨炮直接摧毁，威力相当惊人。接着又有大量的故障马桶出现。故障马桶这种级别的作战单位是可以量产的，还好联盟目前拥有克制他们的方法，那就是升级后的大监控人。缺点就是现在联盟的这种大监控人数量好像并不多，然而故障马桶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时候大监控人把手臂装置放在地上，然后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能量盾，抵挡了一波伤害。又被我们猜对了一次，这个能量盾防御力非常强大，并且范围也很大，但是有一个短板，就是上空的防御薄弱。有一个故障马桶非常聪明，直接从上方开始攻击，双方互相过了几招，都被各自的武器命中。这些故障马桶的武器无法攻破能量盾。接着又来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太空马桶。这个太空马桶竟然拥有能量核心，它的攻击肯定也更加强大。它的能量核心发射激光，直接轰碎了能量盾，设备也损坏不能用了。我们注意看这个太空马桶，竟然有4条蜘蛛机械腿，胸部中间有一个强大的核心反应堆，同样也戴着一个防御头盔。而且我还注意到了旁边的故障马桶，看他的表情，笑得非常开心。就在这危机时刻，蜘蛛监控从后面登场，重新升级后的他再次登场。除了中间的能量核心外，还配备了4个激光武器。当这些太空马桶转身后，蜘蛛监控毫不犹豫，4个激光武器火力全开，威力强到离谱。先是干掉了最强的敌人，这些故障马桶也开始进行反击。蜘蛛监控后退进行蓄力，接着一个大跳，用蜘蛛机械腿干掉了2个故障马桶，就剩下最后一个故障马桶了。他的表情非常惊恐，害怕的他此时应该是想要投降求饶，然而一切都晚了，巨大的蓝色激光把他彻底摧毁。接着我们看到蜘蛛监控的驾驶员竟然是监控人科学家。在之前的剧情中，监控人科学家驾驶的机甲在战斗中报废掉，蜘蛛监控在战斗中也受损严重。不过在秘密场景中，我们也看到了蜘蛛监控依旧可以动。现在升级后的蜘蛛监控竟然成为了监控人科学家的座驾。此时的天空中下着大雨，监控人科学家对着大监控人竖起大拇指。这一集也就结束了。虽然没有泰坦级别的史诗级战斗，可同样依旧非常精彩。这些小型单位、中型单位和大型单位之间的对抗和战斗其实也非常有意思。目前泰坦监控人依旧生死未卜，很多人都非常关心，阵亡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就看以后会如何回归吧。G-Man 也很多集没有出现了，大概率是在秘密升级中再次现身，就不是从前的 G-Man 了，而是强大的泰坦 G-Man。说到泰坦 G-Man， 丧尸宇宙最新一集中，我们将会看到泰坦 G-Man 和丧尸泰坦电视人的一场精彩战斗。接下来的一期视频，我也会详细的给大家对这场战斗进行解析，预计在明天或者后天更新。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给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吧，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持续不断更新下去的动力。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